上期视频我们详细测试了骁龙8 Plus 的性能能效表现。简单总结呢，就是虽然说核心架构没有变，而且还超了频，但是因为工艺制程从三星4纳米升级到了台积电4纳米，整体的功耗呢下降了不少。CPU、GPU 能效相比上半年的冤大种骁龙8提升明显，基本可以认为是两款完全不同的产品。所以小米12S Ultra 以及小米12S Pro 日常的发热续航流畅度方面，相对于上半年的小米12系列确实有不错的提升。核心 SoC 这块，骁龙8 Plus 终于是摆脱了火龙称号，不会再成为大家购买新机时体验拖后腿的环节。那么经过2周使用12S Ultra 以及12S Pro， 其他方面的体验到底怎么样？联名徕卡之后的拍照表现到底如何？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两台机子最近大米基本是随身携带轮换着用作为手机用时呢，12S Pro 确实会比12S Ultra 更加舒服。厚度、重量是一方面因素比如说一个实测呢是8.6毫米204克，一个呢则是9.4毫米225克。日常使用手感 Pro 呢要更好。另外一部分呢则是12S Ultra 的超大相机模组带来了一部分设计妥协，因为英寸大底的关系摄像头位置的激凸程度要比去年11 Ultra 更进一步，连带摄像头凸起厚度呢是14.2毫米。去年11 Ultra 连带摄像头凸起呢是12.4毫米。为了视觉减薄，12S Ultra 奥利奥周围呢加了一圈矩阵装饰，整个矩阵面积比较大。日常使用呢，手指会经常触摸到凸起的位置这部分握持手感呢确实会有些别扭。还有呢就是 12S Ultra 的电源键位置要比一般机型更低一些，随手按压基本在音量键和电源键中间需要适应一下。发布会上，雷总表示 12S Ultra 用的是小米手机史上最好最贵的屏幕是不是最贵不好说。但就显示效果来说，目前小米手机史上最好的屏幕依然是11系列上的2K 120Hz E4。虽然说E5的微棱镜技术在峰值亮度上要比E4呢高了100尼特左右，比如说两台 12S 机型呢峰值激发亮度都在1000尼特左右，但代价呢就是屏幕可视角度劣化明显，倾斜45度左右就会局部偏蓝，尤其是对于曲面屏机型来说左右弯折部分也会因为微棱镜技术的关系导致视觉色偏的更加明显。毕竟日常使用手机的时候，我们不可能随时随地保证屏幕垂直正对着眼睛。屏幕的色彩校准呢依然是比较优秀，两台机子标准模式都可以做到平均第二态异到 1.0， 回接偏离值呢则是可以控制在 1.5 和 1.4。因为 LTPO 的关系12S Ultra 和12S Pro 的类 DC 调光效果也是明显不如11 Ultra 的。在11 Ultra 上叫做防闪烁模式，12S Ultra 上则是叫做低闪烁模式。开启之后呢依然是全亮度低频 PWM 调光只是降低了占空比和波动深度，调光频率是360赫兹，对于频闪敏感的用户来说不太友好。所以说我觉得下代 E6 真的不要再搞什么微棱镜，高频 PWM 调光也该提上议程了。至于 LTPO 的省电效果，我觉得骁龙8 Plus 的续航提升是要远大于 LTPO 省下的电量，这点大家可以参考上半年8件一机型的续航即便是有 LTPO 加5000毫安时电池，续航呢也强不到哪里去。触控方面 12S Ultra 和 12S Pro 最高呢都是240赫兹，但同样是 E5， 上半年12 Pro 还是480赫兹，11系列上也是480赫兹，这波缩的是有些莫名其妙。当然从日常的触控体验上来说， 12S Ultra 和 12S Pro 呢都是240赫兹，没有锁到120赫兹，其实影响呢并不大。但目前系统游戏内的触控表现确实不如12 Pro 和11 Ultra。GPU 选项里面把触控拉满，游戏中的操作呢依然会有一定的粘滞感不如12 Pro 呢来的灵敏。相机影像部分是今年12S Ultra 的主打卖点比如说和徕卡进行联名，用上了目前市面上最大的传感器 MX989 等等。当然在样张分析对比之前我觉得这一次小米12S 系列上的徕卡水印设计确实做得很好，值得一说。比如说这组样张单看平平无奇，但是一加上这个白底水印呢，瞬间就高大上起来了。再比如说这几组样张也是相同的情况，不加水印普普通通，加了水印之后逼格就上来了。但相机水印这东西其实并不是啥新鲜事，早在华为 P9 时代就已经有了徕卡水印加持。再后来呢，各家手机厂商也都陆续加上了自己的相机水印。但有一说一之前的相机水印其实都达不到这种立竿见影的质感逼格提升效果。后来大米仔细想了一下，这应该也和绘画作品的3分画7分表有点类似。很多摄影作品如果直接贴在墙上也就一般，但套个相框裱起来就瞬间有了故事感，或者说摄影作品的即视感。之前的水印更像是在照片上的签名效果，而这一次小米的徕卡水印就有一种高级相框的意味了。所以小米12S 系列的徕卡水印出来之后，网上呢也出现了各种模仿版本。对于手机摄影来说，大米觉得能够激发你去拍照、去创作的功能，算是一个不错的应用创新。比如说酷安，现在随便一刷呢，已经是全民徕卡的状态了。OK， 那么接下来来说一下12S Ultra 相机的实测部分。硬件规格上，12S Pro 和上半年的12 Pro 完全一致。
主摄 IMX707有光学防抖，超广角呢没有自动对焦，长焦呢也没有光学防抖，传感器呢都是 Gen 1，除了主摄，2颗副摄确实呢一点都不 Pro。12S Ultra 的主摄传感器相比11 Ultra 的 Gen 2呢进一步增大，来到了1英寸。超广角和长焦依然是老朋友 IMX586，长焦呢有光学防抖，超广角支持自动对焦和微距模式。打开相机之后呢，系统默认有2种徕卡模式，分别是徕卡生动和徕卡经典。这里简单做几组样张盲评啊，这组样张大家喜欢图1还是图2呢？可以先走一波弹幕。这组样张大家更喜欢图1还是图2呢？最后是这组样张，图1、图2，大家更喜欢哪一组呢？答案揭晓，左边是徕卡生动，右边呢是徕卡经典。生动模式啊，大家可以简单理解为日常拍照模式，有各种计算摄影算法加持，拍摄的动态范围更广，色彩表现呢也更加接近于实际场景。徕卡经典模式整体色调呢偏冷，四周加入了暗角，有些画面看起来确实会更有高级感，也就是大家所谓的德味更浓。但这个模式并不适合所有场景随手拍啊。因为多帧堆叠、降噪方面的算法介入比生动模式要少，有些场景经典模式拍出来的效果是不太行的。而且对比来看，两台机子的徕卡经典模式调色差异啊，确实挺大的。12S Pro 的徕卡经典，很多时候呢会感觉色调明显偏蓝，色彩饱和度呢依然是挺高的。而12S Ultra 的色调差异不会那么大，增加了暗角，色彩饱和度呢也相对低一些。整体画面的观感不像12S Pro 那么冷艳啊，所以说都是徕卡经典，大家觉得哪个德伟更好看点呢？样张对比部分，我们主要是以徕卡生动模式展开。这个模式呢，更考验计算摄影时代手机厂商对于算法调教方面的功力。在拍摄体验上，上半年的小米12系列在快门响应速度上已经是偏向于那种咔咔咔快速拍摄、快速预览的模式啊，成像体验呢不错，但一定程度上也是牺牲了画质啊。12S Pro 整体的成像画质来说，其实相对于12 Pro 变化并不大。HDR 高光压制表现有进步，但是高反差场景里面暗部噪点控制和细节呢依然要弱些。相对来说，1英寸大底加持的12S Ultra 就要好很多了。同样是快速成像，更强的单帧画质也带来了更好的纯净度以及更多的细节。色彩方面，12S Pro 的调试方向呢依然是偏鲜亮，尤其是拍摄一些绿色植物的时候，饱和度偏高。12S Ultra 的色彩观感就要舒服许多，不会太艳，同时呢也不会太素。虽然说这一次12S Ultra 没有2倍长焦，但是1英寸大底带来的另外一个优势就是更强的主摄裁切效果。2倍变焦模式下，白天无论是解析力还是色彩表现，甚至都要好于12S Pro 上的这个2倍长焦。放大看不会有特别明显的锐化塑料感，应该也和11 Ultra 一样，2倍呢都是基于5000万像素的高像素裁切模式。不过到了光线相对暗的环境下，12S Ultra 呢又会变成基于主摄1250万像素的数码裁切，这个时候2倍的解析力优势就不如纯正的2倍长焦了。而同一环境下，11 Ultra 2倍变焦呢依然是基于高像素裁切啊，解析力挺强，但是画面整体曝光呢容易偏暗。3倍模式12S Ultra 可以通过主摄加长焦进行画面融合来提升解析力，中心画面的解析力表现很不错，明显好于其他3台，但是边缘位置的拼接感呢比较明显。5倍长焦还是 IMX586，这颗大底长焦，小米呢应该是打磨了好几代了。今年12S Ultra 上的长焦色彩曝光策略相比11 Ultra 进步挺大，尤其是色彩这一块，看上去呢会更加自然，画面的曝光呢也会更加准一些。当然，11 Ultra 这个长焦一定程度上呢也和MIUI 13算法负优化有关，比如说到了10倍，11 Ultra 画面通常会变得比较暗，和实际的环境差距呢比较大。总的来说，这一次12S Ultra 主摄和长焦大部分场景下表现都很不错，更好的画面质感，更好的色彩表现，更好的拍摄体验。5倍长焦日常的色彩曝光进步明显，配合这个徕卡水印啊，确实能够随手拍出很多好看的照片。但目前系统用下来也存在一些优化问题，比如说超广角的曝光和色彩一致性，相对于主摄表现就要差许多了。比如这组样张，主摄和超广角拍摄的铁树颜色就差异挺大，而且很多样张里面啊，通常是主摄曝光正常，但是超广角整体的曝光呢就要偏暗了。另外呢，就是暗光环境下，12S Ultra 这个5倍长焦自动模式的画质要比11 Ultra 差些。体验上的差异就是12S Ultra 成像时间更快些。当然，我们也是试了一下暗光场景用手动夜景模式拍摄，其实成像等待时间也挺短的。但画质明显要比自动模式更好，而且如果是弱光环境下，12S Ultra 这个长焦也有很大几率切换到主摄，11 Ultra 则依然可以用5倍长焦进行拍摄啊。所以说我的建议呢，还是建议加强一下12S Ultra 自动模式下的长焦夜景画质，稍微增加一点成像时间，其实并不影响拍摄体验。毕竟切5倍的时候，核心需求还是想拍得更加清楚。12S Ultra 主摄自动夜景的场景识别啊，相比11 Ultra 明显更稳，不会呢动不动变成自动 HDR， 导致暗部细节变差。但目前系统，如果你用徕卡生动模式随手拍，部分样张灯箱周围呢容易出现一些泛光的问题，原本黑色的天空部分也会变得有些泛白。手动进行测光，虽然说预览界面曝光值下来了一些，但是成片之后还会出现这种情况。
啊，需要手动调低曝光值才行。建议后续更新啊，修改一下部分夜景的曝光策略。最后呢，就是相机交互上的一个不足点，12S Ultra 这个2倍日常拍摄其实解析力都挺强的，但主摄界面快捷变焦按钮只有0.5倍、1倍和5倍这3个，2倍模式需要长按才能切出来，比较不方便。而且长按变焦按钮之后，5倍之后直接是50倍和120倍。讲真 ，IMX586的10倍数码变焦和24倍数码变焦有啥可用性呢？建议首页的变焦快捷键设置为0.5倍、1倍、2倍、5倍、10倍啊，这些可用性比较高的焦段，方便快速切换啊，这样拍摄体验呢会有进一步提升。快充方面，今年12S Ultra 相对12S Pro 呢确实来了个反向 Ultra 啊，毕竟一个呢是67瓦，一个呢是120瓦，而且从实测数据来看，差距呢也挺大。12S Ultra 15分钟快充电量呢是12.46瓦时，要比上半年12 Pro 呢更慢些。12S Ultra 的15分钟快充电量只有8.13瓦时啊，这个67瓦速度和满血60瓦相比啊，差距挺明显的啊，不如11 Ultra 的67瓦，甚至要比 K50残血版的67瓦还要略慢些。完整充满耗时方面，12S Pro 4600毫安时电池耗时呢是24分钟，12S Ultra 4860毫安时电池耗时呢是47分钟。从快充速度上来说，横向对比其他120瓦、65瓦加机型，这一次12S 系列2款快充呢都挺松的。当然，也有可能是夏天发布的关系，温控设定都比较严格。去年11 Ultra 上市那会儿，米家的整体口碑可以说是比较尴尬，8个问题呢一堆，优化工作不到位，导致口碑下滑明显，直到米家13之后才慢慢扭转。今年12S 2台机子日常体验下来，整体的流畅度、发热相比上半年12 Pro 都有明显进步。毕竟这龙乖了，驯龙导致的问题呢也就相对少一些。当然，上期视频提到的火龙后遗症，12S Pro 和12S Ultra 截止到这一次视频呢依然没改。比如说王者荣耀依然是强制降 900P， 吃鸡强制降 640P。另外还有一点比较迷惑的是，我们之前复测小米11 Ultra 的时候说过，米家内测版本有一个史诗级的更新，那就是微微的指纹解锁震动终于是可以取消了。但这么久过去了，这个稳定版依然是微微的震动解锁，是不可以单独关闭的，就很难受。2台机子的控制中心都取消了老版本，从美观度上来说，新版本的控制中心肯定是要好于老版本的。而且自从支持左右切换之后，曾经的一大槽点也解决了。但和之前的控制中心不同，新版本首页的圆形控制按钮只保留了2排，更多控制按钮是无法继续下拉的，只能左右切换，这就导致了另外一个交互问题。有时候我想从第2页的控制中心返回到第1页就很容易切换到消息通知的页面。就大米个人来说，首页2排圆形控制按钮确实太少了，至少也得给4排吧。这样呢，能更好的利用屏幕面积下沉图标，单手呢也更容易够到。希望后续能够改进控制中心首页的排版布局吧。OK， 那么以上就是关于小米12S Ultra、12S Pro 的所有评测内容了。经过2代火龙摆烂之后，小米旗舰终于在核心体验上回归了正轨，不会莫名其妙的发热，游戏呢也不会严重锁帧卡顿，续航呢也有不少提升。目前体验下来，基本也没遇到啥明显的 bug 问题。从产品本身角度来说如果你喜欢用手机拍照，那么这一次小米12S Ultra 综合来看呢确实不错，主摄和长焦都很强，关键是拍摄体验很不错。相对的槽点应该是这个67瓦快充速度是残血版，超广角需要进一步优化。其他方面目前来看没啥明显的槽点。小米12S Pro 日常使用手感呢比12S Ultra 更加舒服，但从定价上来说，我觉得可以等一波降价。少了 IP68，相机除了主摄、长焦和广角呢都不够 Pro。另外，相对于上半年的12 Pro、12S Pro 的扬声器规格也有所降低。既然2款新机的体验更好了，那么这一次小米12S 系列算不算高端成了呢？但我觉得成不成，主要还是看市场最终的反馈。说到底经过这2年火龙摆烂，导致消费者对于高端安卓旗舰的信心失去了一大半。买首发会不会跳水背刺新机优化到底是不是有宣传的那么好？后续还会不会遇到负优化？要打消这些疑虑，需要更多产品的稳步迭代，需要更多的时间来重新建立信任感。当然，如果你不是刚需升级换机其实现在买新机呢，大米个人建议是要么等双11，要么等618，瞄准这2个时间节点入手想要的机型基本不会受啥大背刺。OK，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如果觉得视频做的还不错，还希望各位老铁能够给3连支持一波，这是我们继续更新视频的最大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拜了个拜。Okay, Indian be fans, do you like me, fan? We will give everyone a pretty band and be fans, do you